这对花盏是我送牡丹的拜师礼，还请牡丹不吝赐教。好，正好今日啊，我要试试新酒。连州颇有见识，一同尝尝吧。好啊。美酒配好盏，何不拿这个一试？这牡丹盏真是精美。来，连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请牡丹教我经商。来，这盏上的花真好看，咱们方圆什么时候才买的？这是我送牡丹的，大福也用它来试试新酒吧。来，今日啊，大家都尝尝，这是锦娘娘的新酒，看看味道如何。来，连州。味道不错。如何？都下去吧。是。夫人，方圆开了门，灯火大亮，吕跟春已经赶过去了，想必何事已经毒发。夫人放心吧。牡丹姐姐，这昨日还好好的，今日怎么？昨夜姐姐突然喉咙刺痛，气喘艰难，自时起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小春医师，牡丹到底得了什么病？我刺了针，试了药，全都无济于事，查不出是何疾症。待蒋郎回来，定会请副圣手来为牡丹诊治，一定会好的。这喉痛可要多喝些清热的。牡丹，方才紧张牡丹一时失了手，快将这些都丢了去，莫让牡丹看了心烦。是。该回的都回了，你去吧。平淡，平淡。蒋郎，姐姐病了，如今人在方圆，
蒋老可要去看看。哦，是吗？连州妹妹，姐姐回府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，身子如何了？说有不适，我要强撑了。身子，我身子一直很好啊，从来没有病过。妹妹这么匆匆赶来，是想与我喝盏茶吗？你是不是想问，我为何会安然无恙地站在你面前？而这碎了的牡丹盏，又为何可以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里呢？连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请牡丹教我经商。自从撞见你跟招财密谋，我从来没有放下过疑心，一直派人跟着你，没想到竟被我查出了你们制作阴毒，想置我于死地。斩逼内荼毒，很精细的手段。可惜，在此之前，我早已买下了一对一模一样的牡丹盏。你砸碎的那个是无毒的，而真正有毒的是我手中的这只。我从未做过这些。蒋老是何时哄着我说要教我经商，我这才买了对花盏送他，想与他亲近。这花盏不是什么稀罕物，有钱都能在此坊买到，那如何能做得了正？还有那招财，我不过是让他帮我搬过几次花，什么下毒的我没有。是吗？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张方氏还有招财的供词，他们早已在衙门认罪画押了。药到病除，主家很满意。这是剩下的钱帛，日后。老实点！别动！这毒这气，皆是从方氏家搜出来的。以前张大师只是坑蒙拐骗，怎么如今连制毒害人性命的活都敢接了？店主饶命，县令饶命，小的知罪了，我知罪了，知罪了。还有你，来蒋府这么多年，竟然无人发现你会功夫，藏得这么深，怎么，是想暗中杀害郎君吗？毒杀良妾未果，或许罪不至死，但敢问县令，若是以奴杀主，戕害官员，该如何判呢？奴婢谋杀主者，斩。小人虽会武艺，但绝无害主之心。是连州派小人来的，连州他想害死您，小的也不愿做这伤天害理之事，都是连州逼我的。夫人饶命！县令，这连州是大王送给蒋勋的，若是交给您处置，怕您也是为难。此事涉及蒋府内宅，等郎君回来以后，我自会说与他知，就不劳烦县令您了。多谢牡丹夫人不计前嫌，体恤下官。夫人如此深明大义，花鸟使真是好福气啊！过奖了。至于这两个人，手段阴险，证据确凿，还望县令依律处置。连州，我待你这般好，你为何如此对我？
你实在是让我太寒心了。夫君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今日，你能因为我宠爱旁人便对牡丹下毒，来日若怨上了我，又当如何？夫君万万不可！连州是大王送来的，看在大王的面子上，你也不可伤他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我查验了招财所买的阴毒，药量之大，足以取人性命。但是斩壁内的毒量是精心算过的，只会致哑，不会取人性命。所以，也没有想害死我。夫君，说到底，这些都是后宅之事。我有几句话想同连州说，还请你让我自行处置。好，便依你。起来吧。你入了府以后，没有得到过夫君一分怜惜。你觉得自己白白误了年华，所以你恨我。我不怪你，我不怪你，是因为你良心未泯。但你终究是做错了事情，所以我无法继续容你在蒋府了。我明白，无论你如何处置，我都没有怨言。我之前同你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从未想与你争，更不想与你相残。我之前说的，自在的日子，或许你以前没得选，但是今日，我想给你一个选择。牡丹何意？要么明日，你被郎君退回宁王府，也许你还会被送给哪个王亲贵族。虽说是衣食无忧，但是8成，还是会被卷进无尽的内宅争斗当中，无法心安。要么，连州死在今日，从此以后，你更名换姓，远走高飞。我会助你去一处山清水秀之地，到那里，你可以凭借自己的手艺谋生，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庸。或许到了那里，你会遇到一个真心待你的郎君，安稳、畅快地度过余生。男女之情，强求不得，我也不想耽误了你。牡丹既让你选择，你但选无妨。牡丹的恩德，我永志不忘。可大王待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能为大王笼络住蒋郎的心，是我无能。我不怨任何人，还请蒋郎将我送回王府吧。
自家小厮牡丹已送官处置。这连州啊，乃大王义女，我不好擅自做主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将她送还大王。这连州也是急于博得你的欢心，一时糊涂。随之不会怪本王教导无方吧？自然不会，大王莫要多心。若不是弄得人尽皆知，连州不好再留在府州，我也不会来叨扰您。哎，何谈叨扰？随之当常来府上坐坐才是。连州之事呢，的确是本王选错了人。这样，改日，本王再为随之选一名美妾送到府上，天天喜气。我这身子啊，是大不如前。若不是力不从心冷落了连州，想来他也不会如此。大王的美意，我唯有心领了。也罢，随你的心意便是。哦，对了，户部尚书之位一直空悬，朝中重臣各有举荐，吵得圣人头疼不已。近日可好些了？这么重要的位置啊，空一日，圣人这头便疼一日，哪里好得了？汝州刺史郑寿德，随之以为如何？郑公任上这几年，上缴赋税丰厚，京中诸多官员啊，对他赞不绝口。可见此人行事练达，能察上意，能体下情。是啊，但可惜长安城路遥，含元殿阶高，受得一腔报国之心，却难得圣人轻言呐。汝州多奇时人，何愁得不到天子一国？不过，未免明珠蒙尘。这送入宫中的宝物啊，得仔细择选，合了圣人的心意，最重要。受得所献之物，晚些便会送到府上，到时候还有劳随之精心为他挑选一二。下官不才，愿为圣人和大王分忧。江府终于清静了，多谢。哎，我一下为你铲除了2个眼中钉，你就一句谢，这理也太轻了吧？那就再多加10坛好酒，如何？你知道外人是怎么说我的吗？说我跟连州争风吃醋，我技高一筹斗倒了他。可他们不敢当我面说的是，我善妒、狡诈、气量狭小。我为蒋军担了如此恶名，你就送我10坛好酒啊？连州入府多时，因此事送走，合乎情理。你查证、布局、告官，所做这些，皆在我不在长安之时。由你出面，拔出招财，让官府治罪，宁王便不会起疑。这一次，真的是有劳小花店主筹谋周全，替我解忧了。我只是开个玩笑，怎么还认真起来了？咱们什么关系啊？我自然要肝胆相照了。再给我加10坛桂花许就行了。好。连州此次突然发难，定是宁王施压了。幸而你提前发觉，如果因为我而中毒，实在是……行啦，
我这么聪慧，哪有如果啊？你不要杞人忧天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小花店主啊，狡猾如狐，哪里有陷阱躲不过呀？我听说刘畅借户部之职，千推万阻你的一应收支，暗中打压你的私产店铺。他如此针对你，是不是因为川渝这个碎子，真是什么都通大夫讲。他那些举动呀，也算不上打压，就是恶心人罢了，不用放在心上。不如我们约定个暗号，若再遇意外，亦或是发觉宁王有什么异动，一时间寻不到我，便可以此留心，我的人自会看到。好啊，鬼祟之事你最擅长了，听你的。他平日里只办盛驾，负责宴享，怎么突然得了兴庆宫采买的匪差了？小夫人可知道河西节度使萧将军？我只知道萧将军跟宁王交往甚近，在众多节度使中颇有声望。萧家长女前几日来了长安，萧娘子急和长公主眼缘，长公主便许她在这别院小住。萧娘子同郎君一同长大，她说郎君最知道她的习惯好恶，长公主便把这差事交给了郎君。长公主喜欢萧娘子，不把她留在身边，却安排她在这个地方住。她是想撮合蒋朝阳跟她？没有没有，萧娘子啊是受宁王之邀入京，宁王看重萧家，要给她做媒择婿，以拉拢和萧将军的关系。人选早已定了，是上府折冲都尉裴忠。刚安排完自家女儿，又开始安排别人家的了。哼，勋贵人家婚嫁向来身不由己，哪像我们家郎君这么自由啊？淑妃，娘子，原来你就是牡丹，难道你是萧娘子？你们之前见过？萧娘子救过我一命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们当真有缘，看来随之又欠你一个人情。萧娘子救的是我，这人情自然也是我欠的。救人性命之事，也是我积攒福报，不存在欠不欠之说。之前说要送娘子一抹颜色，如今兜兜转转，娘子这花宴还是我来预备，倒是殊途同归了。娘子，你去年就来长安了，怎么一直未曾露面呢？去年进京是因祖母病重，我带她来找傅御医诊治。雪溪与祖母感情甚笃，那时日日在榻前照料，自然无心交际。如今祖母可大好了，家中亲眷都挂念她，她病一好，我们便启程归家了。来去匆忙，都未能去你与随之的婚宴上好占酒池。我那里啊，我那儿最不缺好酒了。娘子何时想吃想喝，随时来房园，我陪你一同赏花品酒。好呀，你既然是随之的人，自然与我不必见外。日后就叫我雪溪吧。好，雪溪。贵人们对何夫人的话赞不绝口，淑妃也甚为欢喜，所以特命老奴送您出宫。有劳了，请。
雪溪可真美啊！是啊，哪儿及这花美？这花真好，还是个未出阁的小娘子呢。看着雪溪，我都开怀了些许。去玩一下。多谢郎君相救。娘子没伤到表。娘子，县主，雪溪第一次在长安设宴，裴都尉怎么来迟了？原来是萧娘子，失礼了。方才在来的路上，马车不小心撞到了一位贪玩的孩童，我将他送去医馆，确认无碍后才敢离开，怠慢了萧娘子，还请见谅。宴席哪有孩童的性命重要？裴都尉所行无错，不必道歉。哪里来迟了？我看裴都尉来的刚刚好，不然谁来接住雪溪？长公主有意撮合蒋长阳和萧雪溪，他们青梅竹马，感情甚笃。就算裴都尉有父王的宝剑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朝夕相处，未必就比得上一眼万年。我信姻缘天定，也请大王信我。听家素俗属，江树岂出梁？水宜通知事，周四犯先皇。天皇书漫漫，日暮独悠哉。你有这闲情雅致，你倒是自己来划呀。大福说你整日在殿中，不是算账就是种花，肩胛酸痛，我这是为你好。你到底为何带我来此处？还特意不让大福跟川渝跟着？我同你出游，需要理由吗？蒋长阳不需要，可是花鸟使向来都没有安什么好心。哎，那不是雪溪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今日前来是为了雪溪啊！也难怪，裴都尉初次见雪溪便英雄救美，此番佳话传遍了整个长安城。坐不住了。不是花鸟使携爱妾泛舟，偶遇裴萧二人吗？哎呀，这嘴可真是够硬的。在乎就在乎呗，这里没有外人。嗨，我们儿时啊，在江南做了几年的邻居。我母亲喜欢女儿，便将雪溪啊当女儿一样爱护。我呢，也只是视她为亲妹。啊，好好好，反正你们也是坦坦荡荡的兄妹之情，那更无碍了。我现在就送你去酒坊啊。裴忠是宁王选的人，我若主动前往打扰，旁人岂不误会我在驳宁王的面子？花鸟使被误会的地方还算少吗？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，拿出你该有的胆色来。走。都说了没有儿女私情，你非让我跳江以正诚心吗？倒也不必吧。你跟我正什么诚心啊？不过确实好奇怪啊！现在余晖满江，正是看美景的时候，这怎么倒是把美景给遮住了呢？除非他们
不是来赏景的。你干嘛？此刻让酒坊的人救我们上去，便不是主动前往了。多亏你们及时相救，没让我与爱妾落水受寒。拿着，端你们这最好的酒来。谢郎君赏，小的这就去。哎，等等，夫君，你不是说这里有一位秋娘，琵琶弹得一绝吗？如此美景，不如把她唤来，为你我助助兴。好啊。秋娘正在为别的客人抚琴。嗯，谁敢同我抢人？你去同他说，今日酒钱我替他出了。是折冲府的裴都尉，他特意吩咐乐上之前，不让我们进去打扰。哦，是裴兄啊，那无妨，我亲自去找他，他自然会将秋娘让给我的。带路。我为萧娘子再斟上一杯。我身子有些不适，还请裴都尉叫我侍女进来，是我先行告退了。这清音未绝，景色待赏，雪溪何不再多留片刻？你给我下了药。来人，阿慧，旁人看你我这般纵然无事，你也不得不嫁给我。你我缘分天定，又有宁王作保，何苦闹出丑事让萧家蒙羞？你说呢？裴兄，此曲正行至悠扬处，怎么停了？随之兄怎么来了？我与爱妾泛舟，险些落水，幸得这酒坊的小厮相救，想着来此饮上一杯，借你房中的秋娘为我弹奏一曲。啊，哟，可是打扰了裴兄啊。你不是跟我说，这酒坊里面只有清官吗？你诱惑我？是裴兄自己带的美人吧？我倒要看看是哪家的娘子。哎，随之兄，夫君，莫要进来。雪溪，裴兄好大的胆子啊！她可是萧氏女，你们本就在相看，为何要用这种手段？长公主想将她许给谁，你我心知肚明。公平竞争，各凭本事。我与大王亲若一家，如今又有爱妾相伴，我为何要坏你的好事？既如此，带你的人离开。大王看中之人果然不凡啊，都被撞破了，仍能云淡风轻的继续办事。成大事者不计小节。以萧雪溪的心性，醒来若发现尸身于你，绝不会下嫁。若你想着大闹，以萧家颜面逼他就范，他要么削发修行，要么以死明志。若萧家真的痛失爱女，那到时候，大王为了平息萧家的怒火，
会舍弃谁呢？花鸟使。看这颜色，迷药应当是散了。今日若不是你们意外来此，恐怕我此生就毁了。雪溪，都已经过去了，你怎能因为被禽兽抓了一把，就要赔上自己的一生呢？你记住，任何东西都没有你的性命重要。可今日并非我一人之事，裴仲想以我拿捏住整个萧家，若萧家被这样的小人缠上，恐怕后患无穷。我当替萧家谢谢你们，雪溪。若母亲在世啊，看你这般见外，可是要打你手心了。裴仲没有得逞，便不会将此事传扬出去。这一关当是过了。我已查清，花雁秋千崩断，亦是裴仲派人所为。此人心机深沉，日后对他多多当心。雪溪，为何不将此事告诉长公主，让她为你做主呢？我若不答应这门亲事，萧家定要回绝大王。若裴仲再因为我被治了罪，便会得罪宁王。身为萧家女儿，我不得不为家做计。裴仲善于伪装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裴仲表面看着温和从容，完全没有武将的戾气，但私底下却最喜欢凌虐女子。他府中的侍妾1个月便换上一轮，经他手玩弄而死的女子不计其数。裴仲这等禽兽，简直不配为人。我本不想插手此事，惹宁王起疑，但我也不能看着雪溪白白丢了性命。我明白，你不能直接提醒雪溪，是因为这裴仲在众人面前毫无瑕疵，而你身为花鸟使，本不该知晓这朝臣秘辛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日后有任何用得上的地方，我都配合你。只要你这个花鸟使日后的宵夜管够。走吧。蒋长阳，我以为，每当我觉得我足够了解你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你心中藏着更多的秘密。累吗？与看到秘密，却不问秘密为何的人朝夕相伴，怎么会累呢？朝中老臣又在上书，恳请圣人立淑妃之子为太子。老王天资聪颖，甚得圣人喜爱。淑妃乃将门之女，于旧臣间有极高的声望，确实是压制大王的不二之选啊。你可有应对之策啊？
立太子是早晚的事。既然圣人喜欢老王，立了便是。太子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养在谁身边。只要这老王成了惠妃的儿子，那这太子便是大王的太子，何愁生变啊？果然尽议了。好，此事便交由你办。是。赏。诺。赏。谢淑妃。坐下。此酥好似与往日我们吃的丹龙金乳酥不同，可有什么讲究？回淑妃，长公主关心雪溪吃不惯长安饮食，特意吩咐我弄一些她爱的故乡风味。此酥虽算不上名贵，却是雪溪儿时最喜欢的铺子做的，9种秘制香料调和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果然是儿时的味道。淑妃，快尝尝。等等，淑妃，此酥加了官桂，与今日的药膳相克，不如改日再食。牡丹有心了。曹雷，曹雷，吃事有毒，速速护驾！曹雷，曹雷，曹雷，此宴是蒋少卿所办，此酥亦是他所献。给我把蒋商阳拿下！禀淑妃，只有您面前的那盘金乳酥被下了毒，其余无碍。蒋少卿为圣人办事，向来稳妥。今日怎么出了这样的岔子？若是忙中失察也就罢了，淑妃可得好好彻查，小心有人生了别的心思。新庆宫一应采买，皆由随之负责，一时照顾不到也是有的。金乳酥经手之人众多，谁都可以在途中动手脚。我信随之并不知情。淑妃说的是，那就将这些宫人带下去好好审一审，重刑之下，必有人说实话。
禀淑妃，上菜前，奴婢曾在庖厨外看到蒋少卿对手中吩咐了几句，但距离甚远，说了什么，奴婢并未听清。蒋少卿同你说了什么？只是嘱咐奴好好看着金汝苏的蒸笼，别误了时辰。圣人的宴席，蒋少卿都未曾去庖厨，今日怎么这么伤心呀？随之待血息清后，又受长公主之托看顾饮食，对金汝苏上心无可厚非。禀淑妃，这些金挺都藏于魏教手中的内剑枕中。我竟不知内剑的乐风这般的高，将这个内剑给我带下去。没有查到真相之前，不准死。是。少卿，你救救我！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求求你来救救我吧！你救救我吧！救救我吧！父王之前不是一直想要拉拢蒋长阳，这次为何要将下毒之事嫁祸给他？本王也想知道，子叔如此安排，可是还有别的私心呢？巡走商船附近出现了可疑之人，此人神出鬼没，始终未能探清他的身份。据跟他的人来报，此人唯一进出过2次的地点是蒋长阳的万贯堂。万贯堂做生意向来不问来者，去了也不足为奇。大王大爷，不能有一丝疏漏。蒋长阳出事，此人若有行动，大王可以一箭双雕；若他与蒋长阳无关，大王亦可出面将蒋长阳救出，卖他一个人情。子叔，就按子叔所言行事。我要任性。你不能见死不救，求你救救我吧！救救我吧！这个小内奸都吓成这样了，蒋少卿无话可说吗？下官都不认识他，有何可说的？夫君每日皆可出入宫闱，若想杀人，可以选择在人少时动手，更可以安排手下买通内奸。为何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？又为何要亲自与内奸串通？淑妃睿智，此等拙劣的栽赃，定能识破。商户贱妾，也敢在贵人面前多嘴。蒋府中人还轮不到外人智慧。夫君若是真的想毒害淑妃，我身为少卿的姬妾，为何要道出药膳相克之事？又为何要阻止淑妃吃下这酥呢？牡丹说的没错，随之与圣人最为亲近，圣人爱重淑妃，更是疼爱老王，随之没有理由毒害淑妃。你不是喜欢金挺吗？只要你如实招出到底是谁设局陷害，我可以替你求情，饶你一命，并给你2倍的金挺。奴不知。我相信随之，此事就交给随之查清楚。蒋少卿尚未摆脱嫌疑，应交由大理寺查案，以示公允。也好。随之，你先回府。大理寺有任何问询，好好配合。淑妃，此案未查清之前，嫌疑之人怎可轻纵？否则皇家威仪何在？昨日圣人询问老王功课之事，正好讲到法不阿贵，神不挠屈。淑妃作为一宫之主，应当垂范亲子，莫让圣人失望了。下官不介意去大理寺躺上2日，
相信淑妃和圣人定能还我清白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赶快去给我家郎君打一桶清水来！这牢房也太脏了，我要好好收拾一番，郎君才好安住。是。设宴在查刘畅走私之时，他曾上报，出了万贯堂，发现有人跟踪。宁王突然发难，怕是因此怀疑上了我。那是否有通知设宴静默一阵？这个与此地不配，换个别的。是。这榻啊，郎君，榻正在来的路上。若设宴彻底隐匿，刘畅查不到任何线索，反而会怀疑他与我出事有关。不如咱们将计就计。您看看，能不能偷入让我进一下？任何人不可探视。我知道，我呢就进去待1炷香的时间，半炷也行。我与我夫君说几句话，待会儿就走。这个您拿着。说了不行就是不行，大理寺其中一件商贾笑话，走走，再不走就磕死了。牡丹，雪溪，牡丹当真风雅，竟然想到送这个。牢房孤清，我想着为他添一抹生趣，还带了一些衣物，还有吃食。案子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内奸受了重刑，却还是一口咬定是随之让他下的毒。就没有其他的证人了吗？圣人和淑妃皆相信随之，此案定能水落石出，你不必太过担心。只是他难得住这样的地方，不知脸上该是何等嫌弃之色。我们进去看看。刚刚说不让任何人进，我带你进去。长公主命我家娘子去给花鸟使送些吃食。是。带路吧。娘子请。走。陷害你的人，你可知晓了？我在宫外行事方便，可以帮你去查。你无意间拦住淑妃，已经乱了旁人筹谋，下毒之人啊，必恨你多事，之后更不可再卷入其中。可你如今在这儿，我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管？贵人那边我不方便插手，可是宫外可以，我可以帮你找到货郎。对方做局诬陷，定是准备万全，怎会让你查出纰漏？我自有破解之法。我出去前，你好好待在蒋府，不要露面。小心刘畅和县主。又是宁王他们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不过宁王与你一向交好，难道此番又是因为我？此番是冲我来的，与你无关。放心，这些陷害啊，定不死我。他们只是想把我困在这里，多半是想试探些什么。
画就放在这儿吧，别搬来搬去的，挺好看的。我又没什么怕人探的，这刘畅啊，想做什么便做吧。我啊，乐得在此松快2日。真的不用为我担心。此人我在蒋府的宴席上见过，他带着杜之郎中去何处？他们这是往西去了。坏了，是万贯堂，他们要去查蒋承阳的私产账目。你去通知芸娘，我去拖住刘畅。好，快去！这位娘子，娘子，不迟一会儿，让开！让开！何威风？将军，可是有伤到？我方才不小心摔倒了，怕是扭到了脚，走不动了。不知刘君可否将我送回青书斋？好啊。这不是去青书斋的路。骄傲如你，为了蒋承阳，也学会了对我低眉顺眼啊！你既已知道，为何还会让我上车？难得你主动找我，无论因为什么，我都愿意同你多待这一刻。那你可以告诉我，现在要带我去何处吗？风雨渐大，只是送你回家罢了。朱福，我也让人去接了，与你做个伴。都听好了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是。不如我们约定个暗号，若再出意外，或是你发觉宁王有什么异动，一时间寻不到我，你便可随时以此留信，我的人自然会看到。好啊，鬼祟之事你最擅长，就听你的。这宫灯上不同的话，可代你我门下不同产业，哪一处遇险，你只需要将它挂上，对应之话朝向蒋府，府中传递消息之人自会处理。这一面带至欢云楼，这一面带至万贯堂，这是方圆，这是花满柱。
柔君，您屋子也搜了，账也看了，可有何不妥？郎君，那人又在码头出现了，同前几次一样，离开后来了万贯岛，见这儿有官兵，转头去了别的地点。他当真是去典当东西呢？是，我们拿到了他的典当之物，是从外邦走私进来的宝石。郎君不信那人与蒋长阳无关。我信不信不重要，要宁王信。必须趁困住蒋长阳的这些时日，拿到实证。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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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开门！开门！刘军送我归府，我自然不能辜负你的好意，定会好好护住跟蒋长阳的这个家。让开！夫君一日没有被定罪，便一日是花鸟使光禄寺少卿。要搜府，去请圣人的敕旨来。这蒋府到底藏了什么，让你这般在意和维护？今日这门，我必须要进。正是因为蒋府清清白白，才不能让你这样的小人肆意折辱。站住！此乃御赐宝剑，利刃出鞘，犹如圣人亲临。我看你们谁敢！别为了不值当的人一意孤行，小心引火烧身，我也救不了你。侯一峰，你再敢往前一步，我便叫你血溅当场！头断一截！刘军，敕旨已到大理寺，少卿用人不当担失察之罪，罚俸3年，以儆效尤。郎君回来了！郎君回来了！郎君回来了！萧阳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动动嘴，咱家郎君就没事了。毕竟是节度使之女，她都让长公主去求情了，还有什么罪是洗不清的？小夫人，小夫人，哎，先回去吧。回去了啊？对对对。夫君回府都不来迎接，哪有你这般绝情的小妾啊？那郎君回来，可是有把我的牡丹带回来啊？哼，忘了什么都不敢忘了你的花，晚些啊，让川渝给你送过来。还是家中好啊。投毒案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结了？涉案证人
不是自裁了，就是被灭口，大理寺查无可查。再者说，妃子间争宠暗害之事屡见不鲜，多的是这种无头公案。宁王那边查不出任何证据，见长公主求情，自然不好阻拦。此事多亏了雪溪，你真的应当好好的谢谢她。那你呢？如此鼎力相助，要我如何谢你啊？比起雪溪，我做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。名满京城的何店主，可不是妄自菲薄之人。我并非自惭自卑，我只是觉得有些无力。你曾说我是一只狡猾的狐狸，什么难关都可以度过。可是，一只狐狸再努力，也只能解决岸上的事情。水中的游鱼受了伤，哪怕我想救，也束手无策。可是雪溪不同，她和你出身相似，可以照看你，帮扶你。你们本就是活在同一片湖水中的。牡丹，生于何处，并不能决定性情好恶。你又怎知，我不是另外一只狐狸，一不小心落了水。或许我真正需要的，是我的同伴，在岸上拉我一把。这几日，你为我劳心，为我奔走，给芸娘传信，让刘畅看到了我想让他看到的假账簿。为阻止刘畅搜捕，如将军般用御赐宝剑顶在他颈部，逼得他手下之人拔刀相向，桩桩件件，皆是助我上岸的元首。你这个人有千里眼呀，身在狱中，还能知晓这么多事情。我有啊，所以即便你不说，我也知道。心若如霜，凝结多少过往。你不顾自己被牵连，顶着风险为我做了这么多，谢谢。你之前说的，我们之间无需言谢。那今日晚饭你便包了吧，抓紧生炉子，我先去沐浴，好了叫我。淑妃已经回宫，经此一事，必定加强戒备，再难下手。只怕花鸟使也会对本王心生嫌隙。刘子书，你当真是本王的好女婿啊！大王，蒋府并未搜查，蒋长阳是否有异心，尚无定论。你们以为如何？回大王，平康坊中的舞姬乐伎，谁人不识他花鸟使？这城中各大世家的纨绔，又有谁没去过蒋府的欢宴？子叔兄，可见过蒋府收礼的盛况？像他这般贪财惜命、夜夜笙歌之人，说他卧薪尝胆，我可不信。吾儿近日迷上斗鸡，可发现城中上品都被蒋长阳搜罗去了宫里。圣人选了数名禁军去养鸡，他们那般也不是1日2日了，难道这些年都是装的不成？正是因为多年如一日，
才更应该探查清楚蒋长阳是否有异心。蒋长阳若真有野心，为何不娶一名能相助自己的贵女？有士族相助，做起事来不是更便宜吗？以今日的情状，恐怕雪溪已心属蒋长阳。你抓紧些，务必拿下萧氏。是。大王当真不疑心吗？怎就这么巧，在我搜府前，蒋长阳就被放了？一名山谷贱妾，怎么能将当朝大员挡在了蒋府门外？嗯，你当真以为本王不知道你的心思吗？啊！小婿对大王、对县主绝无二心。若有虚言，形同此悲。蒋长阳是个聪明人，既能讨生人欢心，也能在适当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。可正因为他是个聪明人，一旦与我为敌，将是不测深渊。我允你去彻查，可你呢，空手而归，这人还得我去安抚。请大王息怒，这次是小婿办事不力，下一次定不会贸然出手。你要珍惜自己的残躯，用好本王给你的手杖。警醒些，好好办事。莫要再受伤，真成了废人，惹幼珍心疼。小婿明白，定不负大王信任。这是长公主赏的东阿县进贡的阿胶，你收着，平日里炖煮成汤，最是滋补了。雪心，你实在太客气了。你是郎君的旧识，又助他出了大理寺，应当是我们谢你才是，哪有你送礼的道理啊？暂住蒋府，是长公主的意思，还望牡丹不要介意。自然不会。抛开郎君不说，你亦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若不是我这院落太小，我就邀你来我这里住了。雪溪，你有任何的不习惯，就跟蒋长阳说。有任何需要的女子之物，我这里也都有。牡丹果然如传言般，与旁的女子不同。这些是我们新研制的香粉，雪溪，你看看，看上哪个直接拿走。我们还有芍药做的口脂，试一试。好香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祛疤的药膏。花满柱还卖祛疤之物？那是小春的青书斋在卖。我们还有专治烫伤和烧伤的药。你手上拿的这个是专治戾气所留下的伤疤。一般的小疤大概抹上半个月左右便能消除了。这么厉害？那10余年的陈年旧疤也能抹平吗？10余年，这个我们还真没试过。一般的伤疤自然是刚留下时上药，效果最好。哎，雪溪，你身上有陈年旧疤吗？你可以先拿回去试一试，若是不行，我请小春过来给你看一看。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们可以再研制一种驱除陈年旧疤的药膏。培中之事，可有同你父亲说？
父亲知道了裴忠的为人，想推了这门亲事，但又怕负了宁王的美意，得罪了他。宁王想与萧家交好，即便没有裴忠，也会有旁人。父亲常说，朝局波谲云诡，若能独善其身是最好，若不能，也应当少与人结怨。此事难办呀，父亲还需多考虑些时日。也好，你住在我这儿，暂且能阻挡些裴忠的骚扰。从前你与宁王亲近，为何这次你一入狱，他就派人去查你的私产？你可是哪里得罪了他？你应当听说了，牡丹啊，曾是刘畅之妻。自从我纳了她，刘畅便处处针对，挑拨我与宁王。雪芝，你还记得7岁那年，你偷偷带我进山捉兔子，结果从半山腰跌落，腰窝处划了很深的一道口子，流了好多血。兔子没捉到，反倒留了一道很丑陋的伤疤。我当时因为这个哭了很久。自然记得，当时母亲啊，一边给我涂药，一边安慰你。怎么突然提起这个？当时夫人说，这道疤藏在衣衫下，除了家人无人看得到，我这才止了哭。可牡丹并不知道你有这样一处伤疤。你们可是假成婚？雪溪心明眼亮，这么快就被你看穿了。你们为何要这样做？当时牡丹身陷险境，为救她性命，我唯有出此下策。而我有了位爱妾，也能挡掉些避之不及的姻缘，岂不一举两得？原来如此。还请雪溪为我们守口如瓶。放心吧，不会有旁人知晓的。